Hello， 大家好，我是静。那今天的影片，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几则最近刚刚发生的新闻。那通过这几则新闻呢，和大家延展的去讨论一下这个中国人和中共是如何在不知不觉当中祸害以及毒害全世界人啊。那首先第一则新闻呢是非常的大快人心，和前不久的这个小粉红跑到蒙古国摇旗呐喊，然后被蒙古国的人打掉了7颗门牙的事件，是异曲同工啊。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男子鬼鬼祟祟在行李舱内翻翻找找，随后马上回到位子上坐好。没想到这一幕全被后方的乘客拍下，因为他拿走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根据《每日邮报》报道，这名中国籍男子在德黑兰飞往杜拜的伊兰马汉航空班机上大胆行窃，结果被坐在后面的伊朗乘客发现，马上拿出手机录影存证。随后，伊朗乘客走到中国籍男子的座位与他对峙，还多次重击对方的脸部。而这名小偷一脸惊讶，明显也被吓了一跳，毫无招架之力。最后被带到飞机的前方，过程中引起不少轰动。报道指出，中国人在飞机上偷东西的案件也发生在台湾桃园和新加坡机场，而最近飞往欧洲经过杜拜转机的航班也发生中国籍乘客偷行李的案例。影片释出后，马上引起网友广泛讨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是尤为的心情愉悦啊，神清气爽。那都知道啊，那如果说你是我这个频道的老观众，经常看我报道，在过去的1-2年，中国人在飞机上行窃已经是屡屡发生的一个行为了啊。那这一次呢，居然偷到了在欧洲的航班上啊，那飞往迪拜的航班上，他去偷人家伊朗人的行李。那这个伊朗的乘客呢也非常的懂啊，他也知道中共国人的尿性，他是先不动声色的拿出手机来先拍下他的罪证。当他举着手机一边拍一边暴揍这个中国小偷的时候，那个小偷就直接吓傻了，就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呢。可能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够凶神恶煞了，已经够恐怖了，但是呢，人家的这个伊朗人比他还要狠，人狠话不多啊。那这个中国小偷呢被暴揍之后呢，居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估计是吓傻了啊。因为中共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呢，就是欺善怕恶。当他遇到文明的有素养的人和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就开始撒泼打滚，非常的凶神恶煞。当他遇到比他还凶狠的人狠话不多的，他就怂了啊。这就是典型的中共国人的一个特质。那我们都知道啊，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呢，不管是中共政府还是中共国人，他们都号称他们和几个斯坦啊，和这伊朗啊是特别友好的关系，是他们的跟班小弟啊。说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政府到这些国家去大傻逼一带一路啊，去为他们制造福音啊，我们的关系是杠杠的。但是呢，你看到没有，现在连这些所谓的他的跟班小弟都从心底里看不起他们，鄙视他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其他人造成的吗？恰恰相反，都是这些中共国人自己造成的。因为他们在出国之后老是去干这些偷鸡摸狗、违法乱纪的事情，长此以往下来是被他们自己给毁掉的。他们才是那个整天想着各种方法去辱华的人，而不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海外的反贼。我们是在苦口婆心的去在批评他们、教育他们、提醒他们，希望他们谨言慎行，做一个文明人。可是这些中共国人呢，可能还觉得自己国家和自己的名声还不够糟糕啊，就一再的去加深人家对他的负面的印象。那前2天啊，我刚刚报道了一则，有一家中共国的游客在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大张旗鼓的插队了之后，还对后面的人开始满嘴喷粪啊，嚣张的不行了啊，那个嘴脸狰狞至极啊。那这段影片呢，是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热议的。那当时呢，我发布影片之后，居然看到有一个典型的中共国的爱国区来留了一个这样的言说啊，说的好像你们新加坡没有犯罪一样。我当时听啊，什么意思啊？我们在批判一个不文明的行径，这个时候
你只要是一个正常人，你都应该和大家一起出来指责、谴责他们，让他改过。而不是这样包庇好像去比烂一样当人家在批判你的时候，你却跳出来说你国家也有人插队，你国家也有罪犯呢这是典型的中共区的一个思维模式你做错的事情，人家批评，马上就跳出来说你是在歧视中国人，你是在辱华这就是大部分的中共国人自卑的起手式。那这样偷鸡摸狗、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让全世界人非常的头疼和厌恶了。但是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可能会让你更加的心惊胆战的，和我们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那众所周知，中共国呢目前还是属于一个世界的工厂，源源不断的制造了大量的劣质的廉价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那在以往的影片当中呢，我反复的和大家强调，大家尽量的避免中国制造的食物，因为它都是满满的科技与狠活。还有和大家分享了这个中国制造的珠宝它的水非常的深，有很多的化学品，比如注胶染色拿化学试剂去浸泡它所谓的珠宝，诸如此类的那今天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另一则让我都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现在我想不到中共国的人就是为了去蒙利已经变得如此的丧心病狂了。就在最近，在中国的湖北有一个消费者，他在网络上买了这个925的银饰项链，因为他觉得是银的嘛，于是乎他就长期的戴着，还戴着睡觉。戴了没多久之后呢，他的皮肤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烂。后来呢，然后就有中共国的其他的博主出来打假和检测，然后就买了大量的中共国网络上销售的所谓的银饰和金饰，那是镀金镀银的饰品去检测。不检测不知道，一检测就吓了一大跳它这些所谓的物美价廉的银饰就是号称是925银的它这个东西里面简直就是一个化学品的元素表在里面，特别是它的铬的含量是超出1000倍的。铬这个东西呢，也是一种化学品，它有流动性和延展性，一般是用于在镀金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女性的饰品呢，它可能用镀金或者镀银，或者通过电镀的方式把这个颜色镀上去那这个里面的铬呢是超过1000倍的，而且它这个是可以直接致癌的，致癌性是非常之高的。那如果说你长期佩戴这样的饰品的话，它就会大幅度的增加你得癌症的几率，简直就是一个隐形的杀手那我知道可能有很多女性的朋友很喜欢上网去买一些物美价廉的，看起来非常漂亮精致的首饰，但是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贪便宜，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品牌，有这个质量把控的品牌，花多一点点的钱去买一个质量放心的一个饰品去佩戴。那以上是这个女性的饰品会致癌的相关新闻报道。那还有一则新闻呢，是我在前段时间看到的，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那就是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大家应该都留意到，特别是在东南亚各国很流行穿一种大头的泡沫的拖鞋，它这个正品的品牌呢是叫 Crocs 但是呢中共国也是有很多生产仿品的，然后特别的便宜，几块钱你就可以买一双呢，但是呢你买正品呢，它一般是在6到80新币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你买中共国的盗版的话，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那因此呢，很多贪便宜的父母就会到网络上去买那个盗版，因为它特别便宜嘛，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最近呢，它这个盗版的拖鞋被查出来也是致癌的，各种的化工品都是严重超标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你给你的孩子那种非常小的幼儿长期穿这种，真的会导致小孩子得
得癌症，或者不明不白的就得了白血病。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共国现在白血病的发病率如此之高，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一切使用的东西，他们的水、空气都是各种的致癌、各种的有毒的啊。那现在呢，中共国就通过这种世界工厂的模式，把这些致癌的、有毒的东西倾销到全世界。其实它也是换一种模式去毒害全世界，去全世界去放毒啊！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而且是在悄无声息的杀人于无形当中啊！那因此呢，我真的建议大家，如果在你的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买你可以承受的最好的商品，尽量避免去使用任何中共国制造的任何的商品，因为它这些商品都是由一些小作坊或者一些唯利是图的小工厂生产出来的，它没有任何的质量把关的。如果说你长期使用这样的商品，真的是一种慢性的自杀。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